被流量裹挟的网红夫妇最终还是塌房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因为直播维权融创烂尾楼事件而爆火的网红夫妇亮亮与丽君，在近日被曝光了颠倒黑白、引导粉丝进行网暴的行为。昔日网友的同情变成了如今的愤怒。亮亮与丽君究竟是被流量蒙蔽了良心，还是人性本就如此？颠倒黑白的剪辑葬送了网红生涯。在融创烂尾楼事件中爆火的亮亮与丽君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红。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，有了名气后带货是相对容易的赚钱路径。亮亮与丽君夫妇也是这么做的，但由于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方式方法，使得他们在抖音带货违规，导致小黄车被封。他们本想在北京找一份安稳工作，但无论是面试有5、6年经验的财务会计工作，还是主播工作都没有结果，最终只能折返郑州，与一家名为折扣牛的商超老板达成合议，在半年试用期内，一人1月1万元工资，日常需要更新在折扣牛的工作状态。马老板说，如果做得好，还可以承包下店面自负盈亏。根据亮亮丽君夫妇的视频显示，2024年9月10日签好合同，2天后开始进入超市工作。11月底，两人发现之前抖音带货违规被封掉的小黄车回来了。作为几十万粉丝的网红，还是想要靠带货赚快钱，而非辛辛苦苦开超市。亮亮和丽君走红后一直在换工作，他们担心如果这次超市直接说不想继续干的话会掉粉，于是夫妇2人找到折扣牛商超的马老板进行商量。马老板建议他们2个发个诚心道歉的视频，不论是嚎啕大哭还是下跪道歉，总之就是向粉丝卖惨道歉，然后解释超市工作干不下去的原因，把不顺和穷的人设立住，粉丝或许会理解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亮亮和丽君夫妇发出来的视频却是在吐槽马老板，认为马老板在 PUA 他们，让亮亮视频中下跪卖惨，伤了自己的自尊心，他们不愿意这么做。于是粉丝群情激愤，亮亮和丽君的粉丝开始网暴这家企业，资本家欺负打工人的戏码再一次上演了。只不过让亮亮和丽君夫妇没有料到的是，马老板还留有后手，掏出了事发监控。事件真相大白，亮亮丽君夫妇背刺老板的行径被揭穿，不得不在骂声一片中关闭抖音，隐藏躲入幕后。不过几天后，亮亮与丽君夫妇又关闭了私密账号的设置，每天发一条视频，试图证明自己才是被冤枉的人，是让子弹飞里面只吃了1碗粉的六子。只不过网友们并不认同，事情至此基本没有了反转的可能了。亮亮丽君夫妇终是遭到了流量的反噬，两人在爆火后尝到了流量所带来的甜头，于是便一发不可收拾，逐步落入了深渊之中。那么亮亮与丽君夫妇是如何从苦瓜大军挣脱变成网红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走红之路。买房梦变噩梦，揭露烂尾楼黑幕。房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，但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，从买房到真正住房，难度堪比西天取经，要经历99811难。2021年11月6日是亮亮和丽君拥有第一套属于自己房子的日期。这对年轻小夫妻满怀畅想，去签合同的路上笑闹了一路，不停幻想住进新家之后该如何布置。在工作人员的祝贺声与飘飞的彩带下，亮亮和丽君紧拉着手，一起砸开了购房成功的金蛋，仿佛敲开了自己无尽可能的下半生。他们俩是校园恋爱，2013年就认识，一路从学校图书馆并肩走到婚姻的花架相框，再走到如今的售楼处，走了近10年。两人都是农村出身，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，立志要在郑州扎根。扎根的第一步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，自己的家，有一个落脚点。在对多个楼盘进行考察之后，他们选择购买融创城的房子作为自己未来的家。经过反复的商讨之后，两人最终决定还是买一套稍微大一点的房子，一方面是为了将来生育孩子、父母养老做打算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弥补小时候的那些小委屈。丽君小时候有过很长时间的寄养生活，这让她很容易没有安全感，对于家更是有一种极度的渴望，迫切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亮亮以前居住的房子则非常破，他少年时代都在那盏昏暗的灯光下度过，四面狭窄，压抑感伴随着他的整个成长过程。两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家，宽敞明亮，温暖整洁，能和爱自己的家人共度一生。为了实现住进大房子的梦想，他们开始精打细算，能攒的工资都凑出来添首付。亮亮每次去超市都要精打细算，丽君的网购也只会选择有优惠的双11，100%利用每一张优惠券。
双方父母也是尽自己所能为这对新婚夫妇提供金钱上的帮助。总之，这对普通农村出生的孩子想尽了一切凑钱的办法，攒够了在郑州买房的40万首付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向银行贷款了102万，按利率6.27%，20年还清计算的话，这对夫妻每个月要还7500元。2个人加起来每月有9000多的收入，扣除6500元的贷款，1500元房租，每月只剩了1000元生活费。1线城市年轻夫妻每月靠1000元过活，这听起来像是个无比艰难的任务。尤其是在买房后不到半个月，丽君公司就出现了全员降薪，基础工资降到了只有2000多。降薪也不能辞职，因为还有沉重的房贷压在身上，稍微的停留都会马上还不起房贷。生活的压力经不起她去换工作折腾。丽君哭了一夜，面对丈夫的安慰依然哽咽难言。她觉得自己拖后腿了。后来亮亮问她会不会因为贫穷离开自己，丽君说不会，她一定会陪着她。亮亮接着她的话说，那自己也不会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只要2人一条心一口气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，完全是出自对家的渴望。为了能省下更多的钱，2人只能在生活上更加节省。回家在菜市场本来想买块肉，无奈最后只能买了块豆腐。生活太苦，为了能让自己有个盼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去工地看还在建设中的新房。当时买房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开玩笑说，到时候房子会盖得很快，1周上1层，就像竹子拔笋。他们确实享受了一段这样的快乐时光。虽然房子用了2-3个月才盖到4层，但只有进度，日子就会往前走，未来就会来得更快。他们俩就像农民照看自己的作物一样，留心着自家的小区楼房拔高到哪一层了。每次录视频，他们都会盘算，我们买房子应该快2-3个月了吧？刚买的时候那个地基还没有打好，现在已经盖到4层了，真的超级快。但之后有一个消息一出，郑州调整了房贷利率，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房贷利率已经降到了4.7%。夫妻俩买房时的利率是6.27%，换算过来就是他们原本可以少还36万的利息。天意弄人，丽君这时候已经怀孕了，她没有再哭，亮亮也没有说话，2人在出租屋里相对无言，一夜未眠。天亮了，依然还要去上班。丽君不想让亮亮一个人去面对经济压力，没有选择在家里养胎，而是继续选择工作。他们在视频里分享1日3餐人间烟火，鼓励自己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说虽然生活艰难，但日子还得继续过。面是家里带的，饼是自己烙的，豆腐是昨天的，日子是自己的，加油！现在最能支撑他们生活的，就是他的房子能早点盖好，能够在郑州住进新房。房子、票子、孩子，这是在夫妻2人每天起床的动力，也是他们心中构成家的全部要素。不过一切美好的愿望都随着融创6期楼盘停工这条消息的到来化为泡影。其实这件事情早有端倪，大概在几个月前就有网友发现，他们买的融创城的期房提前封顶了，而封顶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可以拿到监管账户中的资金，这也是开发商打算卷款跑路的前兆之一。这个时候距离交房还有27个月，亮亮和丽君不相信地产商会抛弃他们跑路，依然经常会去工地上看施工进度。最开始的时候还有工人在操纵机器，但很快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几个真正在干活的人了。望着没有人烟的工地，亮亮和丽君的心情也恰如眼前这栋停工的房子。房子灰扑扑的，跟之前工作人员给出的效果图一点也不一样。这里没有温暖的灯光，也没有成片的绿植，只有一片沉重的黑灰色，好像一只烧焦的乳鸽。悲伤弥漫在胸腔，在那个瞬间里，丽君几乎觉得自己的心脏停止过跳动。不久后，房地产商爆雷，他们从最初的难以置信，到后来不得不相信，房子真的停工烂尾了。丽君在视频中红肿着双眼，重复说道：“我从来没想到过房子还会停工。”她不理解，为什么明明离交房只差一点点了，开发商为什么不能加把劲，把房子的外饰和内部线路做好，把房子按期交给住户？回想从买房到烂尾的这一路，2人最开心的居然是买房时砸金蛋的那一刻。虽然房子停工了，亮亮和丽君的房贷却不能停，他们不敢。一旦停贷，40多万的首付就打水漂了，他们也会变成社会上的失信人员。自己的孩子还没出生，就有了一对失信父母。除了维持基本的吃喝外，夫妻2人几乎没有别的消费了。他们这几年来从来没有逛过商场，用的都是以前淘汰下来的旧手机，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。亮亮在外面另外多做了滴滴和送外卖这2份工作，晚上下班回家吃口饭，
套上外套再次走入黑夜中，凌晨2、3点才回来是常有的事。比起自己的吃苦受罪，丽君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宝宝。孩子还不知道是男是女，要跟着他们过苦日子，应该花在育儿上的钱全部被填进房贷的大窟窿。他会不会没有吃的？会不会从小就比别人落后？亮亮和丽君可以说是时代背景下背负了房贷的年轻夫妇的缩影。截至2021年12月底，郑州全市烂尾楼的数量为25249套，比例更是高达20%。而像长沙、昆明、西安这些地方的烂尾楼们更是格外之多，受害者不计其数。面对烂尾楼，绝大多数购房者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老人，选择住进没有水电、没有电梯、没有窗户、没有暖气的高层烂尾楼里。而夫妻俩和其他业主走向了维权的道路。为了支撑自己，也为了鼓励别人，他们经常会在视频中发布自己的动态，和网友交流自己的近况，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亮亮、丽君夫妇前往融创售楼部维权时，还全程开着直播，但直播到一半，有网友发现屏幕里的售楼部里的电子屏灯光突然全部熄灭。当时就有人在弹幕里提醒他们要警惕，是开发商正在关掉监控，停掉信号，可能要做一些不能被拍下来的事。结果话刚说完，亮亮的手机也黑屏了。而等到直播再度恢复时，夫妻俩已经被扔到了售楼部外，一个躺在地上精疲力尽，另一个则坐在台阶上双目无神。据亮亮说，直播中断是因为信号被屏蔽了，而中断后，售楼部的人员就对他们拳打脚踢、棍棒招呼。亮亮的话也得到了当天恰好在售楼部目睹了一切的网友的证实。夫妻俩最后是自己叫来了救护车，在车上，妻子丽君呆坐在椅子上默默流泪，亮亮则躺在担架上虚弱无力。而在2年前，这对小夫妻还是一副神采奕奕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样子。再看看如今的面如死灰，真的是很强烈的对比，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。两人从医院检查出来，返回售楼部，打算开车回家，才发现车胎还被扎破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事后两人报警，但因为售楼部提前掐掉了监控，也屏蔽了亮亮他们的直播信号，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。最后，亮亮只能选择在网络上发布，希望网友们能给他一个公道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发的5条关于开发商打人的视频也很快不见了。亮亮当时将事件发到了网络上，让亮亮丽君一跃成为了讨论的热点，并且这个热点不仅限于国内，国外的主流大媒体也都进行了报道。这时的亮亮丽君的流量到达了顶峰状态，这时有不少网友支持他们，毕竟他们市区要回属于他们的钱，虽然方式有些过激，但无可厚非。后续派出所表示已经对打人者做出处罚，公安局后面也会依法依规的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。亮亮在一段视频中也做出回应，我们被打的事情发生后，在不到1天的时间内，派出所的民警就帮我们把事情妥善圆满的处理好了，感谢警察，感谢大家。事情具体怎么解决的，他们没有具体透露，但是从他们说的3个字很满意，可以看出来应该是拿到了不错的结果。本来因为烂尾楼维权收获了几十万粉丝，不管接广告或者是带货都应该会过得不错，现在却忘记初心，引导舆论网暴别人，落得个人尽皆失的下场。回顾2024年塌房的网红们，因为自导自演或者虚假人设的不在少数，许多网红并不具备持续产出高质量内容的能力。算法无意中为他们带来了泼天的流量后，尝到甜头的他们往往只能依靠更加惊奇的噱头来吸引关注，不惜一切手段追求流量，而忽视了内容的质量和深度。而这些网红们的结局也告诉我们，任何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流量和关注的人，最终只会自食其果。无论是亮亮丽君夫妇的事情，还是其他因虚假人设翻车的网红们，乃至于马老板有关短视频的理论，都隐藏着令人不安的虚假本质。当事实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，这种情感的反转不仅深深地伤害了粉丝的心灵，更是对博主自身的公众形象与信誉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。纵观亮亮丽君夫妇的视频可以看出来，是流量让他们愈发固执。从最初跑去售楼部进行网络直播，到开店时有人去闹事，再到与马老板反目成仇，他们总是一言不合就将事情放在网络上，通过网络发酵放大，借由自身的影响力得到有利于自身的结果或利益。如此这般，让2人一步步迷失在了流量的漩涡之中。流量本身并无对错之分，王兴能够从缅甸园区被救回，就是因为事件的流量过大，而亮亮夫妇的翻车网红则是反面案例。当前
网红乱象的整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一大趋势，唯有保持学习，输出高质量、有价值的内容，才能在这个优胜劣汰的行业里始终站稳脚跟，才能促使整体行业的向上发展。希望你能喜欢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支持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再见。